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我们现在试驾的是忍者250，不是 ZX25哈，是忍者250。忍者250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紧凑。OK，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这个360这个不是防水的，所以稍微有点担心能不能撑得住。哇 ，OK， 哇。这个离合器，我靠，这个离合器怎么能这么轻？我捏到过现在的所有的车里面，这个离合器是最轻的。我这离合器好轻好轻的说，不可思议啊，简直！哦，而且这个感觉，这个车把非常的窄，然后怎么说呢？往自己这边靠的非常的多啊。忍者250这个骑的感觉还真跟其他的车不太一样呀。非常的紧凑哦！我这个体型呢，可能不太适合这辆车啊，这个感觉。然后着地感真的是我已经弯成这样了，着地感真的是没话说。这个基本上都能踩到地吧？我觉得1.6米的也能踩到地啊，完全没有问题吧？哎呀 ，OK， 我们开始，赶紧跑一圈了之后回来。哦，这车好小啊！这车好小啊！哇，这车我骑的好小啊！真的是这个旗子好小的说，这个车，哦。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现在这个车上面怎么说呢？没有钥匙，对吧？大家看到了前面这个东西上面是一个一键启动这个其实也不叫一键启动了，这个只是这边的人家店里面改成了这样，不需要插钥匙现在在我兜里。哇！我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啊！这个这个扭起来，这个油门扭起来，这个感觉跟之前的 CBR 250双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很明显的感觉，低速上面的扭力要稍微强劲那么一点，但是你说稍微强劲一点吧，也就只稍微强劲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车的话，现在这个感觉大家都已经看到，地上面都已经开始有点积雪了，所以也不能拉得太猛。那本来呢，这个车本身也拉不了太猛就是了。哇！这个引擎的制动还是很强的，虽然在3速里面这个引擎的制动也是非常强的。这个路上积雪好像积得有点厉害啊，我可能今天就随便跑一跑，然后就回去了。反正250cc 的这个感觉吧，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的话，其实虽然说它的车总体感觉很小，但是骑上去之后违和感并没有太强烈，还是属于怎么说呢？这个车也是比较适合像我这种身高的，像我这种身高的话，也不会感觉特别的憋屈，所以说稍微有点身高的人买这个车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点，就是腿夹油箱的面积，腿夹油箱能够夹到的面积非常的大。现在腿夹油箱的这个 hold 住这个车的感觉异常的稳定，这个感觉真的是因为夹的面积非常的大嘛，然后就感觉整个车，对吧，都被你夹住了之后，然后这个就非常能够安定它这个感觉，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一辆车是这个感觉的，所以这个车已经有几个感觉是给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虽然刚开出来没多久。一个是这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轻的真的是
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刚刚说了的那个这个紧凑度，这个紧凑度大概应该是我骑到现在所有的车里面这个最紧凑的一辆车了吧。但是它紧凑归紧凑，没有什么特别，像我这种体格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憋屈的地方。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车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不过现在这个感觉啊，身上面怎么说呢，腿上面也没有感到特别的一些风啊什么的。可能现在车速还不是很快啊，今天也没有办法拉很快，就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就稍微注意一点呗。现在这个骑上去的这个总体的感觉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跟 CBR 250相比的话，这个车稍微要好骑一点。综合的在低速的性能上面的话，是比较突出一点的。所以，当然了，这个低速的扭力，然后离合器的这个线性的程度，对吧？离合器的线性程度的话，大概CBR 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感觉的。但是它的离合器啊，现在忍者的这个离合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优势。离合器一个是轻，然后另外再加上一个它总体来说啊，对吧，给人的这个下面的扭力还是特别给力的。这个对于新手来说的话，这个车应该会比较好，要好过 CBR 250双2。所以说所以说新手的话，比如说你真想买250cc 的车的话，我感觉这个车比较好啊。这个我刚刚注意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个排气这个声音真的是轻的，就你比如说停下来等车的时候，这个声音轻的根本就听都听不到。然后你开始拉了之后，然后这个声音又开始出来了。就像现在这个感觉的话，哇，声音又开始出来了。但总体来说的话，这个排气的声音还是比较轻的，这个排气的声音还算是比较轻的，所以也不会扰民啊什么的。当然了，你要改这个声音改得很响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就是了。哦，现在我感觉这个车，哇，这个车就现在轮胎在打滑，然后我在这个车的操控性还是挺给力的。这个的话就感觉我之前说的这个油箱 hold 的那个地方，腿夹油箱能够 hold 的地方面积比较大，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车操控性就感觉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感觉真的是。在这个上面也有一些跟其他的车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忍者的250的话，这个很适合新手啊，感觉你真的比如说要骑仿赛的话，250的忍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吧，我觉得，感觉对于新手的一些友好的地方非常的出色呀，这个好像怎么说呢，其他的车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么突出的地方。就哇，这个开那么快吗？这真的是，不要命的拉一把。就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吧。不再做过多的一些拉速度了，今天就这样吧，太危险了。现在是没有说话的声音的，没有声音的状态，停下来的状态。你听这个声音，对吧？超级轻的，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然后这个离合器合上去也是非常的线性的。一般像这种，比如说现在是5000，现在像5000转的时候的话，这个引擎你坐在上面的这个引擎的震动还是感觉不到什么。基本上在这些车的话，在现在这种450公里的这个速度下面的话，引擎的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震动，没有什么太不舒服的震动这种感觉，所以
忍者的这个车的话，一般比如说新手上手的话，肯定你也只会在这个速度上面开吧，对吧？你也不会特别去拉什么速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给力的。各位，今天的视频的话就准备这样了，我要现在回店里了，这个雪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待会儿自己回去可能还要花点时间。反正这个250的车吧，对吧？这个车的话也是速度拉到大概20几的时候就再也上不去了，必须要换挡。前面也说了啊，这个车的话，一个是非常的紧凑，另外一个是对于新手非常的友好。如果新手的话，比如说你想要选一个仿赛的话，那么这个车也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买得到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的话，非常的不错。但是有可能啊，就是说，在我这里的话，250cc 是一个选择的一个档次，所以4家厂的250cc 的都会去在备选里面。但是国内的话，现在选的最多的是 GSX 250，然后和忍者400，但那2辆车，所以说。忍者250有没有出厂的机会？那么就要看各位这个车，这个车到底你是怎么选这个车的？如果你的选择项里面有忍者250这个选项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车的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那毕竟啊，这个车，怎么说呢？现在骑的这种天气里面骑这个车也是非常安定的。怎么说呢？这个稳定性的话，来自于之前一直说的，就是说，反正这个视频里面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这个腿能够夹到油箱的这个面积非常的大，所以说，能够安定车身的这个就非常的好，所以，哎呦我操！所以说呢，像这种地方来看的话，这辆车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刹车的话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呀，这什么也看不见我。OK，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为大家在大雪中带来的这个非常适合新手，对于新手这些有非常友好的加成的一些装备满载的一个250cc 的仿赛，它就是忍者250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意外啊！这个忍者250这个对新手这个友好的程度非常的好呀，这个非常的高。所以说新手选这个车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在我骑的那么多的车里面来看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新手的一个车了。在今天这种天气里面，对吧？它也能发挥出非常好的性能来。所以说，一般的一些下雨的天气的话，也不会，太需要纠结这个车到底会怎么样啊之类的。在城里面跑的话，像这种恶劣天气的话，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